本节目由明动漫特约赞助播出。Hello， 大家好，这里是约课闹，你敢约我敢上，我是今天主持 Cici。那么约课闹呢，今天请来的是原画界的大神黄光健老师，来到现场呢，可以看到有很多小伙伴们，欢迎大家。非常高兴今天能够来到约课闹。今天晚上呢，我跟大家分享的内容将会分为2个方面，一个是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从业以来的一个绘画方面的成长经历，然后今天还带了一张新的作品过来，跟大家一起聊一下这张绘画的一个过程、创作过程和一些心得。这里呢，就是跟大家首先分享一下我自己个人成长的在绘画方面的几个阶段吧但是这个阶段呢，其实是针对我个人的一个总结，可能不是适用于所有人，但是希望在这个分享过程中，对大家会有一些帮助其实我自己从开始画画到现在，我把我自己的各个成长阶段分为7个阶段，到目前为止的7个阶段分别是熟练、丰富、创造，还有逻辑、取舍、表达、自我。可能单看这几个字，大家也许并不是特别懂，没关系，待会儿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第一个阶段是需要解决的问题是熟练。从一开始，你可能脑海中有一个形象，但是你画不出来，可能形也画不准，不知道用什么颜色，然后手也跟不上脑的速度所以这个时候是培养你的兴趣的时候。你画你喜欢的东西，只要你在画，每天在画，其实你很能够非常明显的感觉到你每一天的进步。我们看一下第一个阶段的图吧，其实除了这一张还有很多其他的图有一些当时的这个阶段的一些作品。那个时候是我05年06年在就那个时候就是什么都在画，各种线条线稿，然后也有可能画一些怪物的，画一些人物的，当时觉得画什么都很有意思。你们可能也有这样的阶段，在纸上涂鸦的阶段好，接下来第2个阶段呢是丰富丰富就是你一开始不知道画什么，然后逐渐你能够画点东西了，然后你能够画更复杂的东西了，你开始有一段时间会觉得特别的高兴，说我竟然能够画出来，而且我还能够画更多。所以这个时候其实是一个非常怎么说，是一个非常贪婪的阶段，但是也是一个非常快乐的阶段。你突然觉得你好像变得非常非常厉害你可以画很多东西。比如说那段时间我画的作品就是有点这种感觉。现在你们看到这张画是我09年获得那个 DW 冠军的那张画的那个阶段的一个顶峰的作品。那这个阶段其实也有一些作品，我觉得还是对我那个阶段很有代表性的。比如看一下暗之圣经系列的一张叫造天使的作品，那个时候我非常的饱满的构图设计，很丰富，但是又有一定逻辑性的这样一个规律。其实在这个阶段我更注重的是构图方面的一些表现构图构成的设计表现。但是忽略的是什么呢？忽略的是后面几个阶段需要重视的东西。在工作的里边它其实蛮好用的，我们在很多游戏的美术里边是需要一些华丽的造型、丰富的构图，然后激烈的战斗画面来表现我们一个就是让玩家或者是受众看到这幅画有一种视觉冲击感其实每一个阶段的作品呢，它是有它当时存在的一个原因和意义的。在丰富阶段这个过程中，其实对于一些造型的元素的积累，对于画面构成的能力的训练，是这个阶段比较重要的。创造这个阶段呢，就是比如在上一个阶段，我们拥有了非常多的元素，非常多的画面的内容，这些内容它们之间需要一个非常逻辑性的关系来进行一些串联比如说你设计一些机械，这些机械的构造，它的力学原理是否以视觉的形式呈现起来是一个好看的画面，对吧？所以我们在下一个阶段可能就要思考这幅画的一个逻辑性，比如说元素加入画面时，它是否要遵循当时的世界观以及这个一些物理规律，然后这幅画面里边出现什么元素是合理的，不只是一种记忆积累或者是一种纯粹的填充。在丰富与创造之间，它没有太多的明显的分界，它其实很多是逐渐的过渡的。这个阶段
在工作的过程中，逐渐你就会渐渐知道限制的架构下的一个相对的自由的设计。第4个阶段就是逻辑，这个阶段我重视的东西就是一些美术基础方面的逻辑性比如光的反射、光的投影光的切分这些原理比如说像这幅画，我让光打在这个角色的大腿上面，然后在暗部的时候，我们绘制这些光影的时候，就要考虑它主光源对于暗部的一些影响比如说在手臂的地方是靠近这个主光源的这个大腿的反射的部分，那个这里肯定会受到很强烈的来自大腿的一个反射光这个反射光的属性它是一个大面积的光源它是大光源，就是它是一个面光源，所以它的光是比较柔和并且带有强烈的衰减的你要把这些原理都考虑清楚比如它的色彩，朝下的部分它受到的是皮肤的暖色的反光，朝上的部分受到的是冷色天光的影响。所以这个阶段再重复一下，这个阶段的逻辑性主要指的不是元素造型的逻辑性，而是指我们的美术基础的色彩关系素描关系、内在的关系和逻辑性。其实这张画也是蛮有代表意义的。这幅画是射手座这幅画，这幅画难点就在于它是我画的最难的一张光影的作品。其实要说光源的话，这幅画面只有一个光，就是太阳光。但是阳光带来的反射、透射、二次反射，让这幅画面的光影显得特别的复杂。比如说，你看画面最亮的部分，它腹部腹部这一块是被阳光直射的部分，然后它就特别亮而且它的投影非常硬。而到了上面，我们看到人的暗部并不只是天光的影响。它有后面的暖色反光的影响它也有受到比如说下面的来自于主光源的反射的影响甚至有受到来自于这块红布的透射光的影响。所以暗部的光影它其实分很多的层面。比如说我们看到冷色的部分它是天光，但是它比较暗，因为它是一个来自于暗部的天光的反射。而暗部里边朝下面的面积，比如这个码头下面的面积，它是一个暖色的，它是反射的地面的暖色光假设地面是土地，可能它是偏暖色的，所以对于这个金属对光比较敏感的金属，它的下面的暗部会呈现一些暖色，包括这些暗部的暖色所以我们看到一个物体，它的暗部下面是偏暖的，而上面是偏冷的然后在其实不同光影呢，同一个太阳光在它经过反射或者透射之后形成的二次照射，它的光影其实属性会改变。那我们都知道光分大光源和小光源，对不对？大光源它的属性和小光源的属性是差别很大的。什么是大光源什么是小光源？我在我的那个关于暗部的理论的那张微博里面大家可以查我的微博，前段时间分享了一个关于暗部的一个画法的理论的图文教程，我里边曾经提到过，就是光源光源的大小的问题大家觉得太阳是大光源还是小光源太阳我们就是晴空万里的太阳晴空万里的太阳它其实是一个小光源虽然太阳是一个巨大的天体，但是它离我们非常远，我们平时看到的太阳其实是相对较小的，所以小光源它的一个特色就是它的投影是非常锐利的投影是边缘是非常清晰硬的。那么看到它腹部这个角色的腹部的这地方，我就给了它一个非常清晰的投影，因为它是受太阳光的影响，太阳直射光的影响那太阳光经过一个反射之后，它可能就变成了二次光源。二次光源比如说腹部对于手臂的反射，腹部光源对于胸肌或者是码头的下方的反射，这次的反射就变成了一个大光源。就像刚才那个水瓶座那张大腿一样那个大腿它也是被阳光直射，但是它的经过二次反射之后，它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光源，这个光源就是一个大光源。大光源的属性在投影上来讲，它就是一个柔软的投影它的形成一个柔软的投影。而且对于这种二次反射形成的光源的属性，还有另外属性就是它是强衰减衰减非常强烈。它可能比如说胸肌离这个腹部很近，所以它比较亮。那左边这只手呢，离它腹部比较远了，它受到这种暖色光可以看到一点点的影响，但是其实已经不是那么强烈了，就不是那么明显了所以它是一个强衰减的光源
其实看马的臀部也是一样，马的臀部是被光直射，然后它对于翅膀的反射是属于2次光源。那马的臀部首先是受到小光源阳光的直射，而它对于翅膀的反射是一个大光源哈，它自身而言形成一个大光源。当它产生反光的时候，马的臀部就成为了第2个光源哈，它会反射光到我们的翅膀上面，反射光到人的身体的暗部上面。好，但是还有一个难点在于，这个人他身上有不同的材质，他不是一个金属人，也不是一个塑料人，它是由皮肤和金属组合起来的，还有布料组合起来的一个复杂的材质。那不同材质对于光影的表现也不一样啊。经常有同学问到我材质的表现怎么去表现材质，其实我觉得材质最重要的还是素描关系以及高光的反应啊，高光和明暗交界线对于光的反应，这个来体现材质。比如说这个金属。这里是金属，金属对于光很敏感，它甚至可以产生镜面反射，而镜面反射的原理就是它反射出来的光啊，跟它光源的亮度几乎是相等的。那我们看到这里金属它很光滑，产生了一个镜面反射，它反射的就是马的臀部产生的这个光。其实如果说看清晰一点，它里面就是一个马的臀部的投影，所以它的亮度可以达到我们这个产生这个反射源的亮度。而旁边的手臂呢，它上面虽然也能受到这个反光的影响，但是它就没有那种高光，没有那么强烈的光，因为它不是一个镜面光滑的这样一个材质，它是肉体啊，所以它反光不会像金属那么强烈。如果到了布料之后就会更弱啊，它的材质会对它的反射产生不同的影响啊，所以这些我们都要考虑到我们的画面中。当你的画面里考虑的足够细致、足够丰富，光啊、材质啊、色彩啊，考虑的足够细节丰富的时候，这幅画面它的真实感传达的信息就越强烈，而且它给人的一种震撼感也会更强啊。所以这就是逻辑啊，这就是一幅画的内在逻辑。你画一幅画的时候，有没有想过这么多的东西，还是说就是在凭感觉在画啊？如果你足够的去做更多的思考，这幅画里面所积累的、所凝聚的你的一些智慧，就会在画里面潜移默化的体现啊，这种逻辑性的表现。所以我觉得大家在画画的时候，还是要多去了解一些物理的规律，尤其是光学的一些规律，一些基础的东西可以去了解一下，并且在画面中进行表现。好的，我们讲到这里，后面还有好几个阶段哈，我们先停一下，大家可以有问题可以提问。我想问一下，你用颜色的一个思路大概是什么？那我用我的一些作品来讲解一下色彩。我们画一幅画，首先考虑的是固有色啊，固有色它的搭配的美感啊怎么样？所以你在画一幅画呢，首先要定下这幅画的主色调、主基调是什么。比如这幅画的主基调其实它是一个黄绿色调。虽然我们看到里边有红、有蓝、有黄、有紫，但整体来讲，它其实是一个偏黄绿的色调。这是整个环境色，因为它是在一个傍晚发生在傍晚的一个场景的一个故事啊。这幅画的表现的一个故事情节，它是这样，它是这叫叹息之刃啊，然后是一个背叛的故事哈，就是他这个女将军呢，她救了一个。不是，他宽恕了一个他的敌人啊，但是宽恕了一个敌人，他赢了这场战役，宽恕了他的敌人，但是这个敌人就作为报答，就送给他一把匕首啊，然后这把匕首其实被下了魔咒的匕首，然后当这个女将军拿到这个匕首的时候，他就被蛊惑了，然后他就用这个匕首刺进了自己的心脏啊，就这样的一个非常残忍的故事。所以其实这个故事我自己讲给自己听的时候，我就立刻很想画啊，就自己编的，就想这个。那所以它是发生在一个黄昏或者傍晚的，不是傍晚，它其实是一个后面是一轮红色月亮，它是一个晚上。那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盔甲，这个金属的盔甲哈，它其实是黄金盔甲，它固有色是金色的。那这个下面这个另外一个就是他的小兵，这是他的一个护卫，盔甲其实是青色的。那青色和金色都是在黄绿色调附近的颜色。当你定下这个主色调的时候，首先考虑你的固有色它是偏什么色彩，然后你大面积的固有色偏什么色彩，它很有可能会主导你的主色调。然后当你定下这个主色调之后，其他的色调都要作为一种补充，但是不能太多，不能太夸张。我经常看到很多同学画的一些画，它的色彩出的问题是，他用了一个非常饱和度很高的非主色调的背景色，
啊，比如说这张画，它背景是蓝色的，啊，这里可以看到它是蓝色的、紫色的。但是如果说我这幅画把这个地方的饱和度提很高，或者蓝色的面积很大，它很有可能立刻冲击到我们主色调的黄绿的色调感，它会把主色调的黄绿色调给冲击走，或者我画一个紫色的天空或者红色天空，它都会把我们主色调给带偏，形成一个非常就是碰撞感太强烈的一个画面。所以当你确定主色调之后，其他的色调要控制它的饱和度以及面积。通常而言，高饱和度的颜色呢就小面积，然后低饱和度的颜色呢可以大面积。我说的是非主色调哈，比如说蓝色，比如说紫色啊，这些紫红色它都是非主色调，都不是主色调，但它是可以小面积存在，因为它饱和度很高。还有比如说你胸前如果带一些宝石，或者是有一些红色的带子，它都不是主色调，不是黄绿色，但是它们可以很饱和，但是面积很小，这样形成一个点缀的效果。但是假如说你给它一个很大面积的饱和度很高的颜色，那很有可能就会把主色调给就是变得就是不明显，让画面的颜色显得很花哈。特别注意背景色要控制它的饱和度，但是也不是说就不能画高饱和度的背景色啦。如果背景色的颜色正好也是黄绿色，那么它可以大面积高饱和。如果背景色它是你想画一个就是有碰撞感的，比如说我是前面是红色，后面是蓝色，但是我是风格就是那样很花的那种颜色的风格，那是另外一回事哈。我说的是我这种风格和我这种绘画习惯的一个，因为我画的是偏写实的不是那种平面构成那种效果的，所以这种画面的话，还是需要一定的主色调的安排的。好。当你确定了主色调安排之后，然后剩下的就是更难的东西了。我把色彩分成初级、中级、高级，的3个阶段啊。初级色彩理论呢，就是刚才说的固有色搭配啊。当你把固有色搭配之后，至少你不会当你把固有色搭配对之后，至少你不会犯错不会犯太明显的错误，比如说画花呀，或者是颜色脏啊这样的哈。然后色彩的中级理论是画对啊。初级理论是配对配的对，搭配的正确，中级理论呢是画正确。什么叫画的正确呢？就是同一个固有色的物体出现在画面里边，它受不同的光的影响、不同的气氛的影响、不同的层次关系的影响，都会改变它的色彩呈现。比如说我们经常会说近暖远冷，是吧？同一个物体它在近处会显得更暖，远处显得更冷。所以说哪怕你定下这个物体固有色是金色，但是它的远近关系会影响它的那个色彩的调子。还有亮部和暗部也都会有色彩不同。比如这幅画，我们看黄金的盔甲，在暗部的色彩它和亮部的色彩它是不一样的哈。亮部的色彩它是偏暖一些，暗部的色彩有一点带一些绿绿的调子在里边。这幅画我找一个，还有我这里有带一张更大的图看一下。没带过来，不好意思，那就这样看一下吧。就是说，我们在画这个色彩的时候，你第2个阶段就要注意，你这个颜色在画面中处在的层次光影关系，它的色彩带来的影响啊。好，比如刚才也讲到，射手座那张图。它暗部朝下的面是偏暖的，朝上的面是偏冷的，就是受反光和天光的不同的影响造成的。天光是偏冷的这个是物理关系，大气层对于这个蓝色光的一个散射的原理造成的。那所以我们就是天光通常是偏冷一些，所以冷暖关系会影响。远近关系也会影响层次关系也会影响，光影关系也会影响色彩。你要把这个画对这是一个色彩方面的基础的一个能力。好，色彩高级是什么呢？高级色彩其实是一种就是个性化的色彩，是一种脱离前面这些规范的色彩，带有个性主观的一些理解的色彩。这种色彩我没办法教你们，我教你们只能是教我自己的理解，但是每个人有每个人的不同经历，每个人有每个人的不同审美，每个人有每个人的不同的喜好，他的个性也不一样，所以这部分其实很难教的。但是我会教你们怎么去启发其实有些时候你会看一幅画，或者是你欣赏一幅画，不管是欣赏别人的作品还是欣赏自己的作品，你
你要拿一些时间哈，把那些能够打动你的作品安安静静的去盯着多看一会儿，你突然会发现，其实有些地方的颜色会让你很激动啊，但那是一种色彩的浪漫。比如说我们在画一画的时候，我们不再追求真实感，我们去夸张一些东西。比如在这个投影的地方，我们知道这里是会有投影的边缘会有一些色彩变化，它因为是色环相连的原因，所以我们在亮部和暗部两个色彩之间会加一个过渡色，去把这个色环连起来。但这个颜色用什么颜色，它到夸张到什么程度？你看这里其实我有些地方用了很饱和度很高的橙色，但是这里我又加了一笔非常强烈的紫色。这个紫色我自己其实也不知道到底是什么，到底是盔甲上的锈呢，还是说是反射光的影响呢？但是我觉得这里就要有一块紫色，这个紫色在这里一下让我觉得非常的激动。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激动，可能是潜藏在我内心深处的某个经历刺激了我，让我觉得这里缺不了不能缺这个紫色。但是真实的世界里面可能没有这个紫色，这就是一个个性化的处理。我们可以看到非常多的古典油画的，或者是一些印象派大师们他们的作品，特别莫奈这些作品，他们的很多色彩其实都是来自于内心的一些感受。那么现在挑取一个线上朋友们的提问，请问怎样合理的控制大小光源呢？避免画花了。光源不是花与不花，而是合适不合适。光会带来一种情绪哈，控制你画面的情绪。好，谢谢这位同学的提问。那么下面继续，第5个阶段是取舍。其实经历了前面4个阶段的不断的完善补充，把你的很多能力其实提升了之后，你觉得你越来越厉害了，你觉得你好像把很多问题都解决了哈，我逻辑也会了，设计也会了，构图造型也会了。那这个其实当你觉得你什么都会的时候，其实这个时候就可能你就面临了一个问题，就要舍弃一幅好的画并不是什么都填上去就好的。我在很久以前，不是很久，就几年前，都有一种观点，我觉得这个世界上有太多美好的东西，比如说光影是美的，比如说设计元素造型是美的，比如说构图是美的。我总结了非常多的人喜欢看到的内容，人喜欢看到的美感，我希望把这些美感全部都能够通过绘画的方式表现到画面中。但是后来我就发现我实在没有能力去这样表现，而且表现出来会像一个大杂烩，大家都在争奇斗艳。这个时候我终于理解到了要取舍哈，一个好看的东西并不是什么都面面俱到的，人生就是这样，并不是完美的。你有舍必有得，有得必有舍啊，你必须得先学会舍弃，你才会有机会去获得。那画画也是一样，你要舍弃一些东西。一幅画面最打动人的到底是色彩呢，还是构图呢，还是虚实呢？这个其实都是需要你去就是进行一些斟酌的哈。比如看一下这个阶段的一个作品。我们看一下这个阶段的作品，其实我们再看其他几张吧。大概在14年、15年左右，我就开始画一些就不是那么细的作品了，更多的会找一些感觉，而且用了更多的一些就是更轻松的一些笔触来表现画面啊。比如这幅画其实画得很快，只画了2个下午，也就是不到1天的时间，差不多1天的时间，2个下午就画完了。这是一个头像，那这幅画里面我就没有用到很多的，就是我以前的华丽的造型，或者当然它也是华丽的哈，我整个风格就是华丽的，只是我没以前那么华丽了哈。对于很多同学来说还是很华丽，但对我来说已经很不华丽了。但是我在这里边主要是找了什么呢？人的视觉中心，人看这幅画主要看什么？他是欣赏他的漂亮头饰呢，还是看他的脸，还是看他的比如说它的光影的效果呢？所以这幅画整个画面是一个逆光它的暗部其实我们说明实暗虚，你就要能够虚得下来，绝大部分都是虚的。我只在它的嘴唇的明暗交界线地方掐了一些比较深的颜色，强的对比，在暗部我们给它一个非常柔和的变化，而暗部的弱对比其实是非常难控制的。
我们在画画的时候，一幅画面里面有两个极端的颜色，一个是黑，一个是白。我们都有一幅画，有一句话叫做惜墨如金哈。这个墨不管是指黑色还是白色，就整幅画面里面黑色、白色是非常宝贵的颜色，你必须得非常珍惜的使用哈。对于这幅画来说，它是一个整个浅色调，整个背景就是白色，那么这幅画里面的黑色重色就是极为宝贵的东西。那这幅画里面真正黑色地方有两个地方，一个地方是耳朵的耳孔啊，就是这个地方，就这个地方，还有一个地方是就是嘴角啊，嘴角。嘴角其实是明暗交界线的部分，我是要凸显这个明暗交界的这个对比。而暗部整个暗部我是在一个弱对比的环境下，我只把这个最深的地方点在光的死角啊，这叫掐点啊。我们经常说画画要掐点，去掐什么点，点位怎么找，什么样的点位是我们要去掐的。其实就说白了就是极致的颜色出现的位置，以及强烈的对比出现的位置。所以首先你画的时候你要取舍，就得先定好这幅画的一个基调。你要虚掉的地方是哪里啊？你要舍弃的地方是哪里？因为对我自己来说，我的画面里面拥有太多的东西。我前面4个阶段积累了构图、光影、造型，各种的色彩元素，我拥有了太多的，好像18般武艺。但是我现在只留一个，那你得舍弃非常多个，或者留2个，你要舍弃大部分。那你要先确定你要留哪个。留哪个，把那个作为一个极致来表现。那所以这幅画我留的是一个就是对于明暗轮廓的这样一个对比的视觉中心的强调，以及暗部的丰富的色彩。这里再讲一下我曾经在那个教程里面提到过的，我们色彩的丰富，我们往往是把丰富的色彩放在暗部而不是亮部哈。很多同学会有一个误区，说亮部我们要画亮部被光照亮，它可能会更清晰的展现很多东西，色彩更丰富。其实亮部丰富的是造型、形状、轮廓，暗部的虚掉是造型和轮廓，但是暗部丰富的是色彩。所以暗部我们把这个轮廓对比虚掉之后，我们把暗部的色彩丰富起来，那我们就留了这2个东西，一个是强调明暗交界线的造型，虚掉暗部的虚实感，虚掉暗部的形状、轮廓、虚实感，然后强调的是暗部的色彩留了这2个东西。所以这幅画它就其实很简单，但是也很动人。其实这种画其实很难画，需要当时的一种感觉，后面过了好长时间都没能再画出这种轻松的画了。其实画一幅画，如果你画得很辛苦的话，其实别人看着也挺累的。那个长期作业这种短期作业呢，它很轻松，别人看得也轻松。我也希望自己能更多的有这样一些感觉来，但是取舍真的很难尤其是舍弃很难舍弃很难。这牵涉到你的一些个性和一些品味去做。这幅画在画了也做了一些尝试，比如说很少用线这幅画用了一些线条去排列这个线条。这个排列线条放大看它很细它是像一些小丝儿一样，它面部有非常多的一些小的这种线条来表现。你缩小看好像是很光滑的皮肤，但放大看有这种线条表现。但是我们平时在画素描、画速写的时候，经常用到线。我自己很少用线，因为我画素描画的少，画速写也画的少。我一开始就是用电脑绘画的，所以我用的很多是色块，比如说我用的是方头笔或者是那个以前用的19号笔刷，都是那种块面的笔刷，所以用的线很少。那这幅画里面用了很多线，也反而让我觉得其实线它也很重要它可以用线来构成块儿，这也是一种小的尝试吧。所以我舍弃了原来用的一些笔刷的那种丰富的纹理感用了一些返璞归真的一些用线条来概括一些的笔刷，这也是一种舍其实这种练习舍弃呢，往往是练习一种审美和心境当你特别浮躁的时候，你就想拥有很多东西；当你逐渐沉淀下来、安静下来之后，其实你才能舍得放弃一些东西所以这是一个需要舍得一些东西，取舍画面就需要节奏，有节奏、有重点才行节奏、重点我们说了好多次，但是每个人都知道要有节奏、要重点，但是真的画你做不到，你很难做到，你很难让大块的留白出现以前我的画是不可能出现大块留白的。因为我觉得这里再画了什么可能更丰富一些但是可能年纪增长之后，就是年纪越来越大了之后，可能的一些审美的喜好或者一些心境会改变一些就会
就会有一些取舍的这样的一些审美需求出现。学会舍弃。那我觉得很多同学在画画的时候也需要这样的一些观念。我们在哪怕是在工作的时候，很多以前游戏美术都是各种堆上面堆砌很多的造型。我以前也是喜欢堆造型，就是在第二个阶段丰富阶段的时候，就是画那幅 DW 那幅作品的时候，就是那个堆砌的阶段。那个时候就完全不知道取舍，那个时候完全是在堆。甚至当时虽然是当时我获得了，就是09年获得了一个世界大奖，但是当时有一定的知名度了。但是当时确实是就是喜欢堆，喜欢不知道取舍。然后当时有一些网友，我记得当时我在网上无意中看到一则评论，就是说，哎，现在大家都流行堆马搞黄光剑什么叫搞黄光剑呢？就是黄光剑成为一个当时的一个形容词，就是说喜欢堆砌喜欢堆砌这样一个形容词。然后我看了之后也是觉得非常羞愧所以就觉得应该要舍弃。但是在那个时候我可能还没有完全的领悟到，或者自己的修养还没到就是过了好几年之后才真正开始做舍弃这回事儿。但其实那段时间为什么也还是有很多人喜欢我那个时候的作品，10年左右的作品。看一下10年左右的作品，虽然那个时候也是堆马搞黄光剑但是那时候也有很多作品是很多人很受欢迎的。因为这种作品其实也有它自身的美感有它自身的美感，甚至有它的商业价值在很多游戏原画里面就是需要很丰富的很华丽的造型有它自己的商业价值，这些都是那个阶段的作品那个阶段设计了一些雕塑也画了一些其他的作品就是华丽各种造型的天堂，那时候比较喜欢天堂2的一些造型这种类型的。好的，我看一下，然后再后面一个阶段再后面一个阶段是什么呢？就是表达表达方式。这个阶段就是去年才开始的去年的阶段。表达方式从15年开始的。表达方式是什么呢？就是说白了就是这幅画的绘画的笔触感，或者是它的一个就是你表达，比如说你这幅画是用水彩来画的，还是用油画来画的，还是用山水画水墨来画的它就是表达方式。那么虽然都是在电脑画，但是电脑上有不同表达方式。比如你是把它画成一个像油画笔触的感觉，还是画一个比较写实的超写实的像照片一样的感觉，就是不同的表达方式。那个阶段开始，从去年开始我自己开始练习油画，因为在那阶段接触了非常多的，看到一些非常好看的古代和现代的优秀的画家他们的作品，对我的影响冲击非常大。我突然发现我突然发现为什么我突然开始这么喜欢这类型的一些作品，然后我就自己去在架上绘画，开始尝试一些油画的颜料，当然也是摸索，就是自学，也在网上下一些教程，看一些国外大师他们画画的一些过程，然后自己就开始建了一个画室，在里面自己摸索的。但是那个时候因为是刚接触，其实当你接触一个新东西的时候是比较肤浅的。当时我最迷恋的就是油画的笔触非常肤浅的东西，但是呢却也带动了那段时间我画画的一个动力和欲望。而且我非常希望能够把油画架上的那种漂亮的笔触感能够用 CG 的方式来表现所以这个时候我去那个阶段我非常重视一种表达。这个表达方式看一下相关的一些作品，大家可以去我的个人网站3w.hgjart 上hgjart.com 上面看我的作品分年份的，就是15年的作品比如说这张这张是竞技王冠这张作品。这张作品它有一个故事，就是这个精灵王呢，他是我心目中的精灵王这个精灵王呢，他很高贵，然后又很高冷，但是他要承受很多的压力和皇族的责任还有很多窥视他的一些坏人然后但是他心中是虔诚的，他拿着他的一本书在祷告这经济王冠的意思就是有句话叫做别低头什么别
别流泪，坏人会笑啊，别低头，皇冠会掉啊，差不多就这个意思。所以你看这个王冠哈，在他头上戴着，但它是充满荆棘的，看起来很华丽高贵的皇冠，确实会给他带来很多创伤哈，已经流血了。大概就这样一个意思。但这幅画的表达就是我画的，用了很多的一些油画的笔触感去做啊。大家有兴趣，待会儿给大家讲一下这个是用什么画笔来画的啊。大家可以看这些位置，可以看这些位置哈，这些位置这些笔触，它为什么会有一种油画的绘画感呢？它其实是有一种立体的效果的笔触啊，它很立体，它有一种立体效果的笔触。平时我们用的很多笔刷呢，尤其是在电脑上绘画笔刷，它其实是偏平面的，这个是由于 PS 的一种算法造成的，它是很偏平面的一个笔触，但是这个笔触它是带有立体效果的。真实的绘画，真实的架上绘画、油画，它就是带有体积的颜料啊，带有体积的颜料，它的笔触是立体的。哎，这块有大图哈，我看一下大图，我带了大图过来，你可以看一下大图、原图它的，哎，这个也不是原图。我找一下，我应该有带。啊，比如看这张图，这张图它也是一个当时研究这种油画笔触的一个作品。你们可以看到这上面有更多的一些这种好像是立体的肌理感的笔触的表现，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尝试性的作品啊。这个是那个阶段的代表作，他已经把那个时候对于这种笔触的渴望发挥到极致了。甚至是已经有点过了哈，就是有点杂了，看起来啊，但是这个是代表那个阶段的一个想法啊，甚至是笔触多到有点杂乱了，但是我尽量让它不杂乱，因为我还是有一些逻辑的规律去弄的，比如说在肩胛的部分是对比更强，然后体积感更强，然后在这个背景的部分虽然也很有笔触啊，你仔细看背景有很多笔触，但是它是另外一种稍微偏薄的笔触，我把PS 里面绘制出这种笔触的笔刷做了很多归类，有些是可以用来画背景的比较柔软的厚涂感，有些是用来画前面的强对比的体积感的，有些是用来画金属的啊，有这种颗粒感，然后体积也很强烈的这种笔触。但是他们总的来说都是笔触哈，都是笔触流这是我那个时候的一个尝试啊，这个时候那个是尝试，但是这个因为我自己都在尝试阶段。所以也只能说作为一个兴趣的了解跟大家分享，包括我自己的网络课程上面，我也只是把它作为一个辅助的一个小节哈，油画风格 CG 技法的一个非常小的一个课程跟大家分享。大家如果对这个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研究一下，待会儿我告诉你们是什么画笔，可以给你们演示一下。但是值得一提的是，先要给大家敲一个警钟哈，有可能你欲练神功必先自宫，有可能你会走火入魔哈，就是这种笔触哈。怎么说呢？就是因为这个对于我来说都是近2年才新研究的东西，然后很多同学可能是刚入行，或者是刚工作，或者是基础并不是很牢固，甚至是没有经历我前面经历的那5个阶段的洗礼哈，你就一来就是用一些非常复杂的高级的画笔去表现，一个是你可能画不好，画面越画越难看，反而还没有用它好看；第二个你走火入魔，就是陷入技法的深渊哈。其实我承认我自己是一个非常喜欢研究技法的东西，不管是研究技法的人哈。研究技法这种东西的人，然后不管是在电脑上绘画还是在油画架上绘画，我都是喜欢，想要知道能够用各种方式来表现的一些方法，所以我是真的是很爱研究技法的人，但是我也心如明镜的告诉你，我也非常尊重这个世界的规律和逻辑以及美术基础这回事儿。虽然我的美术基础一直都不太好，因为我是在一边研究新的东西，一边练习基础，并没有专门去练习，所以我的基础的进步是跟我的技法进步一起走的，所以也是慢慢进步的哈。没有那些专门去练基础的人基础那么扎实。但是我是一直知道这个的重要性，所以对于很多同学基础还没握好的同学，你们可要小心了，用这种方法很有可能就让你那个走火入魔，就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哈。所以只是作为一个了解就好了，有兴趣
画两笔，但是如果说你是真的是在这方面很有灵感和造诣哈，我希望通过我的一些研究和探索，对你有些启发、一些帮助，我们可以一起来玩这种绘画。我前面提到过，画画最重要的就是一种乐趣哈，我们画画就像玩一样。如果说绘画失去了乐趣，让我天天画一些石膏素描，我可能就天天就吐掉了，我就不想再画画了。工作也有可能会让你失去乐趣。说句题外话，工作很多同学大多数同学是需要在工作中慢慢提升的。那工作会让你觉得很枯燥、很无聊，逐渐让你觉得就是失去了对绘画的乐趣。怎么解决呢？你还是要画点私图的啊，就是在业余的时候花点时间来画点自己喜欢的作品，这样有助于帮助你一直保持你绘画的热情，画你真正想画的东西，想尝试的东西啊。其实我们看一下，我经历了这么多年，我有很多以前有很多同事，还有我很多学生之后工作，他们的成长变化。我第一届的学生到现在也都工作了5、6年了，也算是老员工了，或者资深的，很多都做到组美级别什么的。他们的一个成长经历，我一直在观察。真正后来进步很快的人，他们都是都是要画一些很多就是自己个人作品的人。比如说，他如果天天只是把时间花在工作上面，他的进步通常不会很明显啊，就是我说是绝大多数情况下啊，不会很明显，就是还是要画一些个人作品去做一些绘画的研究，这样你会有绘画的热情，还有绘画的灵感哈，会有爱啊，有爱才能画出好的东西。画画跟其他东西不一样啊，不是你花时间去刻苦就能好的啊，需要有灵气儿、有爱、有感觉啊，所以画一点自己喜欢的东西是有感觉的东西。如果你觉得你画的东西如果说你觉得用这种方法画一画有感觉的话，我觉得这是我对你最大的帮助了啊。OK， 那我们就看一下是什么，噔噔噔噔，大揭秘，到底是什么笔刷画出这种效果呢？好，我们进行下一个章节哈。什么其实也不是什么，是一个公开的秘密哈，很多同学都知道的，就是这里有一个画笔叫点住它不放，最下面有一个混合气画笔，有一个叫混合气画笔。我们新建一个画布试一下。混合，比如说我现在普通的画笔哈，我用一个